上回是啥时候了啊？是救红叶妹妹之后的那个法庭了吧？说红叶妹妹杀了她的爷爷。尽管缺少很多非常关键情报，但我今天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庭了。我都有点忘了，要是忘了有啥证据了，到时候再说吧。二回来也不知道红叶昨晚过得怎么样呢。冬雪姐姐早上好啊，早上好，昨天晚上还好吧？让你担心了，红叶没事儿。狱警叔心肠很好，对红叶非常照顾。看守所的房间其实还不错，只要没事就好。哎，你怎么了？那个冬雪姐姐实在抱歉，红叶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只管照顾好你自己就足够，剩下的就交给我吧。如我所料，红叶的记忆依然没有恢复，我只能在庭审中慢慢探索答案了。对了，今天的检察官还是那个戴耳机的哥哥吗？其实我没确认过。依照他是我能想到最坏的情况，如果别人算我们运气好了，那未必啊。我之前并不知道他是陆老师的儿子，如今看来他的想法我是可以理解的。从我选择成为律师的那天开始，从某种意义上就背叛了他们父子吧。有点忘了，这个父子是什么关系来着？好了，无论如何，不管是为了红叶还是为了自己，今天都不能输给任何人。距离开庭还有5分钟，请被告抓紧时间入席。哎，我没开 PK 吗？啊，开了，还在匹配。红小仙过去了，冬雪姐请一定要加油啊！不用担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不会动摇的。OK。望着红叶远去的背影，我渐渐感到一股力量正涌上心头，仿佛自己真的什么都不会害怕。然而，在短短几分钟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想法是多么天真。咋了？当头一棒呀！哎呀，是咱亲姐。那么，关于查定光在青鹿山矿坑遇害一案，现在开庭。欢迎超无敌之组，晚上好。电报已准备好 ，what？ 检察官雷夏兰已经准备好了。还有我在法庭上没有妹妹，既然已经站在这里了，就给我表现的像样一点。你们请便，变豆豆眼儿了。难怪从昨天开始一直心神不宁，这可真是始料未及的状况啊！虽然我曾经想过会有这么一天，但此时此刻真是这一天到来最糟的时机。姐姐不是雷姐，在庭审开始前，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查村一案的全程你都有所经历，本案被告的查红叶想必你也认识，即便如此，你也相信他是杀害村长的凶手吗？我站在这里就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明白了。请原谅我刚才的失态，辩护律师雷东雪已经准备好了。好，既然双方都已经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这位被告小姑娘，我们之前已经见过几次了。是的，对你泡茶的手艺依然记忆犹新。很抱歉，现在不方便为大家泡茶了。这并不是你的义务，请不要误会。我们进入正题吧。检控方请进行简要说明。不需要。就现场的搜查情况来看，本次案情并不复杂，不需要多费口舌。这一环节太浪费时间，直接上传真人上庭吧。OK， 直接开打。欢迎猫咪辣椒酱，晚上。这个播完11点，我准备，咱去大号播 MND 去。辣椒酱说：“该干活了。”干！我这个结束了，完了之后就播，别急。有请第一位证人在前线讨伐国际犯罪集团的钢铁玫瑰杀戮妖。又豆豆眼儿了没有，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有请本案的刑警杀戮妖入庭。大家好姐姐我又来了。这姐姐是真好看，杀人警调查的时候承蒙照顾了。哦呦小姑娘，AUV 了，刚才差点，昨天差点变北京人了。小姑娘，昨天离开现场之后调查进展如何？这个基本上没有进展吧。嘘寒问暖的话，出了法庭再说。免了，姐姐我可没这个时间等你们休庭。来的路上刚好遇到了几个越狱犯就把他们绑了，让手下押回去了。我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
叫什么一般路过啊，一般路过，一般路过，一般路过刑警。虽然算不上有多紧急，但做完证之后等回去审审。原来如此，你放心好了，我们这边举办委会速战速决的。啊，有下来这句话，我当然放心。那我们就开始吧，请你针对那个案发现场情况作证。没问题哦。本案发生地点位于青鹿山矿坑公园的废矿区域。用照片所示，死者背部受到致命伤后失血过多，以趴伏状态死亡。凶器就是被丢在一边的匕首，它和死者状态伤口相吻合，刀柄上没有指纹残留。这种型号的匕首在黑市上太过广泛，无法查询到具体来源。凶器刺入死者的肺叶，导致血液在现场喷溅。死者本来就有年老力衰，被刺中之后基本可以断定是立即死亡。案发不久，被告即受到了指认，警方在控制他时还在他袖口发现了血迹。种种证据表明，被告就是本案的凶手无疑。还发现了血迹，我了个都！既然警方证据如此充足，本案自然会受理。是的，被告在我们抓住或使身上不仅带有血迹，也有下矿坑带有的特有的泥土污迹与煤污。顺便提，由于这次案发现场环境温度和湿度都处于异常状态，法医没有做出死亡时间推断。不过死者到底是何时死的，并不难推测。以上情况就交给你们了。OK。死者查定光，死因背后利器刺入肺叶，并发大量出血与窒息，几乎为立即死亡。除此之外，死者身上并无其他伤痕。OK。值得一提的是，被告在被抓捕之后，他的记忆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警方未能从他这里获得有效的笔录，因此他无法做出详细的自辩。既然如此，警方为什么要急于起诉被告，等他精神恢复状态恢复了再起诉，不好吗？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尽快的将庭审延期至被告恢复记忆。然而本案证据确凿，被告几乎被人抓了个现行，便省去这些麻烦的步骤。万一他的记忆再也无法复原，难道我们要等他一辈子不成？这样容我打断一下，辩方询问之前，我对一件事感到很疑惑：死者年纪已经很大了，常年居住在偏远的山村，为什么他会跑到这矿坑里来？这也是辩护方的疑问。上刑警经过昨天一天的调查，警方有得出什么结论吗？关于这个，我有必要说明一下从死者身上找到的随身物品。OK， 首先是这个从他脖子找到的护身符，又给咱证据了啊！这是个怀表吧？这还第一次听说。这个护身符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特别之处当然有，否则沙姐就没有必要提出了。这个护身符内部似乎有一定的存储空间，里面可以放一些体积很小的东西。它里面放了什么？必须按照特定步骤才能打开，暴力破坏可能会伤害里面的物品，所以警方还需要更多时间去破解。哦，看来没准这老爷爷身上有关键证据啊！欢迎请叫我骨折老师进入直播间。欢迎骨折老师，晚上好，晚上好。虽然根本不知道他是否与案情有关，但姐姐却处理得如此细致，着实令人佩服。可能跟咱们大主线有关。接着是被死者紧紧攥在手里的一块手帕，上面印着第39届环宇世运会的标识，似乎是个纪念品。是去年巴黎举办的那个体育赛事吗？我可是专门看了赛艇直播。你说那是第40届了，第39届是5年前在本国举行的哦。5年前的世运会难道是那一场？没准他就是当事人。没错，就是那一场。不过我们并未发现本案与当年事件存在任何关联。现在可不是追忆往昔的时候，过去的事先不多提了吧。知道了，不过为什么这个手帕会在死者手里攥着呢？这种手帕是世运会发行的纪念品，每位参赛运动员都能拿到，不是什么稀罕物。只有运动员能拿到吗？理论上是，不过参加过世运会的运动量数量庞大，就算有人把它赠予观众或者亲友，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所以警方主张是死者曾在5年前来到世运会现场观赛，又拿到了这个纪念品啊，只是符合状态的合理推论。莫非你有什么别的主张？有可能指认凶手呢？不过一直居住在山村似乎足不出户的村长真的会跑来看运动会吗？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安藏在死者内裤的裤子内侧的一张卡片，不好意思啊。以至于这张卡片内容你们自己就看吧。这是什么？你的朋友这不是天盾吗？这不是你的家人朋友都在我们监控下，如果不向他们有事就服从命令，请在12月22日早7点半来青鹿山矿坑公园。矿坑下有处废矿，有人在那里和你结印。这是难道是威胁信？没错，不仅如此，寄出这封信的犯人还带有来头，请看卡片的右下角。
你见过是很正常的，这可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国际犯罪组织天盾的徽章。这张卡片的存在证实了这个案子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因此检察官才专门指派我过来接手，以免漏到什么重要线索。如果这张卡片确实有可能是某些无聊人士的伪造，但如果和真货有个对比就不一样了。没错，警方最好刚刚收到来自天盾的信函，具体内容我不便在这个场合公布，不过经过对比之后可以确定2张卡片的来源相同。所以说死者身上的卡片真的来自天盾，我有点搞不懂。没错，这位死者的背景调查我们已经做过了，他生长在长沙村，长在长沙村，一生离开村子的次数屈指可数，和外界联络几乎为零。他到底是怎么和天盾扯上关系的，警方也完全没有头绪。不过这张卡片的存在却能很好的解释死者为什么要前往案发现场。他受到这张卡片的威胁，从而听从了上面的指令吗？是的，调查显示死者下矿的时间和卡片上所要求的时间基本吻合。除了他是按照威胁信的内容去赴约，我也想不到别的理由。虽然难以置信，但确实能够理解。的确，收到这样的恐吓信，即便是我也会郑重处理的。村长虽然一把年纪，却对城市生活的规则不太了解，没有选择报警也算合理。只是天盾为什么要威胁他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老人呢？对了，我还有一事不明，卡片上提到了你的家人和朋友，这难道指的是死者的家人和朋友只有查家村的村民了？哎呀，这你大可放心，除了被告以外，他们现在安然无恙，警方已经派人去暗中保护了。好了，证物的递交到此结束，下一步似乎就不是我的事儿，该我了。OK， 询问。哇，这么多，8条。等等，那个我记得凶器刺入时喷溅出的血液应该是比较有限的。对啊，所以现场的血量确实也比较有限。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智商的问题。等等，你刚刚不是说他被刺中了肺叶吗？这听起来不像是立即致死的部位？哎，你还挺懂的嘛。一个人的肺如果受刺，通常会导致严重的呼吸障碍，除此之外还有肺部积血和剧烈的疼痛感。死者年老体衰，中这么一刀虽然不会瞬间死亡，但痛到昏厥的可能性却很大。别说了，听着都疼。总之，根据法医的推断，他中刀之后最多可以生存几分钟，但即便是在这几分钟里，他也几乎丧失了全部行动能力。就他是立刻死亡，没有任何问题。这样你解释清楚了吗？所以死者没机会留下任何死亡讯息了，就算他眼睁睁地看着凶手杀死自己，也无可奈何。等等，那不查着，突然意识到，那不查着红叶和天盾的关系吗？红叶身在血迹，真的属于死者吗？问出这种问题，你是在逗我吗？看来是真的属于死者。只是红叶有可能只是刚好去了案发现场，不小心沾上了血迹吧。他去现场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发现了尸体是没有报警？而且那个血迹可是溅上去的，不是沾上去的。动手之前还先动的脑。还有他是被什么人指认的？指认他的人我一会儿会叫上来，你还是先关注警方信息吧。等等，警方可以确保这些调查结果具有排他性吗？什么意思？比如说有没有在被告人之外的人发现血迹什么的？如果有，早就一并抓起来了。或者那个目击者有没有看到什么其他人？如果有，早就一并抓起来了。那个目击者是不是有点问题？或者死者就没有那个自杀可能性吗？如果有，你干脆把警方所有人都抓起来算了。等等，警方可以确定废矿区就是第一现场吗？什么意思？有没有可能案发地点在别处，然后移动到了废矿区？现场的地质清起来极其困难，想不留下痕迹的情况下移动尸体几乎是不可能的。验方如果有疑问，请仔细看看现场照片。现场留下了大片完整的血迹，没有任何拖行痕迹。果然，废矿区就是第一现场吧？你知道还问？等等，这个伤口的角度是怎样的？伤口和水平位置相比略微轻微下降，不过倾斜的夹角非常小。红叶的体型非常娇小，他真的能刺出这样的伤口吗？被告的体型娇小不假，但死者也没高到哪里去，更何况他已经一把年纪了，几乎无法以挺直腰板的姿势站立。警方已经拿假人模拟过，被告站在死者身后刺出这样的伤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凶手是站在死者身后行凶，这好像是个全新的情报。感觉是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他是进去的话，站在背后，那他应该是在这个死者之后到的，或者藏在门口什么位置。
警方认为凶手是站在死者正后方持刀发起攻击。不对，看一下刚才的那个图片。那这么说，如果说是等着的话，就不可能正后方刺，或者是沟通完了之后要走，站在后边给了一刀。等等，这个正后方具体是指什么位置？除非你家小助手胳膊有3米长，不然就只能紧贴在他身后了嘛。正因如此，匕首在刺入死者身体时，血液才会溅到被告身上。血液同时喷溅到了案发现场地面和凶手身上。没错哦，真的是这样吗？或许该留意一下手中的这种细节。对，我这个看起来是个问题。不是，这个看起来像，这个血液是什么？你倒地之后再来一刀吗？感觉像被倒地之后来了一刀。我们保存一下。然后，证物，反对。OK， 大刑警，就算你这样优秀的刑警，偶尔也会忙中出错呢。你的意思是我的证词里有矛盾？是的，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细节，但我们却不能忽略。大家请看这张照片，请你说的明白一点，和单刑警的证词相比，这张照片到底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血吗？就是他。啊，这个提示已经给的很明确了，只有血能点啊。你指的是地面上的血迹？是的，这滩血迹的形状证明了单刑警的推测是不可能发生的。血迹，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都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审判长，请再看看这血迹的样子。请你试想一下，如果凶手真的站在死者的正后方，并用匕首刺入他的身体，那么血液一旦喷溅出来，凶手的身体必然会形成遮挡。啊，我好像懂了，这地上的血迹非常完整，一点被遮挡的迹象都没有。飞刀嘛，直接手里飞刀，滋儿。没错，如果凶手真的是站在死者身后行凶，那么血迹应该是大部分溅到凶手身上。然而现在被告只有袖口被发现了少量血迹，现场的血迹反倒如此完整，怎么想都是不合理的。有点道理，细节我居然忙中出错了。那欢迎冰凉的 ice 进入，欢迎冰凉的 ice 晚上好，那我觉得就是你了呀。对吧？你会点武术什么的，你整个小李飞刀不行，你还躲在旁边。因此，辩方认为警方调查还有漏洞，我们改日再直接反对了。刚开天就想拖到第2天，你是不是有点太急躁了点？有吗？辩方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事实，值得赞扬。不过呢，这不能改变任何状况，一点都不能。即使凶手不是站在死者身后行凶，那又怎样？被告的嫌疑就能洗清了吗？这至少能说明被告身上的血迹可能不是在行凶时溅上的吧。我本来不想提出这个假设，因为它实在太过残酷，但是它却是实际可行的。挺好，同时能够满足在背后刺杀还不会在身上溅上血迹这两个条件的方式。不会吧？没错，就是拥抱。欢迎非常更准确的大象进入直播间。欢迎非常悲伤的大象，晚上好，晚上好。更准确的说，是以拥抱作为借口。以被告与死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提出拥抱，死者肯定不会起疑心。以正面拥抱的姿势将匕首刺入死者的后背，被告只有袖口会沾到血迹，也不会大幅度遮挡喷溅出的血液，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么这个小姑娘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杀死了自己爹吗？被告如果以这种姿势杀害死者，死者真的会呈现照片中那种状态吗？你无非是想说被拥抱着被刺杀的死者应该不是趴伏的状态，不过被告只要在他杀死之后将尸体慢慢放到地上，摆出这个姿势也毫无问题。欢迎刘79进入直播间。欢迎刘79，晚上好，晚上好。被告是一个10几岁的小孩，检方会却做出这么丧尽人性的指控，他怎么可能做到杀人之后毫不动摇，继续冷静地处理现场？一派胡言！法庭之上只讲证据不讲人性，如果你认为你的委托人做不到，就给我拿出他做不到的证据来。如果你只会意气用事，戴上有色眼镜看到一切，我真的要怀疑你这几年到底在学什么了。
辩方由于雷检提出假设，你有什么看法？辩方不能否认检控方提出的可能性。不过被告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攻击死者的？我们若想立证，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在昨天的调查中就已经听说了，本案有一位目击证人，不知检控方打算何时传他上来。OK， 要好好加油啊！谢谢你，单刑警。这句话嘛，还是留到合适的时候再说吧。接下来，检控方申请传召本案的目击证人，留在现在的情况而言，没有比他更了解案发的过程，毕竟他直接目击了案发的瞬间。那么，请心宽体盘的非主流定制摄影师张维迪出庭作证。那个大家好啊，果然是这个家伙，我以为你们会重新装修一下，没想到法庭还是老样子。哎呦，你还来过，你有问题啊，大哥，你有问题。我说证人，这里不允许拍照。审判长，您坐在那个席位的样子，简直构出了一幅完美的作品，来摆一个醍醐灌顶的姿势吧。原证的双眼中透露出睿智的气息，高高在上的法庭执行官又为您增加了几分威严。原来我这么上相吗？这张照片请以后务必发。哇，这位检察官小姐的服饰也好有特色，来摆个上兵伐谋的姿态吧。居然敢拿姐姐开涮，她是不是不想活了？这个气质简直是战神雅典娜。雅典娜是战神吗？雅典娜不是智慧女神吗？这现实的化身，美貌中流露着威武和智慧。姓名职业赶紧说。我叫张维迪啊，是一家摄影工作室的老板。这位证人在开始作证之前，我方还要调交一件证物，以佐证他的证词可信性。矿坑公园的百度升降机是连通地上与地下的唯一通道，而公园的经营者在这部升降机的内部安装了一部监控摄像头。这部摄像头从早上8点开始运转，你可有没有中断过？你不是7点半来的吗？警方已核实，这摄像头所记录的资料绝无删除和篡改的可能。听上去非常可靠。这摄像头里都拍到了什么？从8点开始，摄像头拍下的内容比较多，容我一一展示。首先是8点，摄像头开始的时候，有一名女性从矿下返回了地面。这个人是纳布奇小姐吧？她不是返回地面了，怎么最后又上回咱们见到她的时候在地下啊？这是个问题。回到地面这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人到底是谁？为某种原因，这位女士的姓名我们不便透露。不可以确定是她返回地面的时刻远早于案发时间，她的作案嫌疑是不存在的。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人有点可疑。暂时不讨论此人的决定，是我和沙眼姐一起做出的。审判长，你是不相信我的判断，还是不相信沙姐的判断？当我没说。我应该录了吧 ？OK。然后8点半的班次空无一人，而到了9点，请看画面吧。他下去了。这不是我背着相机正要冲向矿坑内部踩点的英姿吗？这么久吗？7点半就到那儿，9点目击证人来，这1个半小时呢。的确，这摄像头拍下的自然是这位证人无疑。在半个小时之后，也就是9点半的时候，摄像头又拍下了如下的画面。这是证人和被告，你们2个竟然同乘为一辆车返回了地面。是的，虽然那不是车，不过无所谓了。一想到我和那个小女共处一室之间，还觉得毛骨悚然，真是太可怕了。原来红叶是在9点半的时候和这个证人一起从矿坑出来了。我到目前为止都对红叶的行踪全然不知，现在总算有点眉目。9点半之后，这位证人便报了警，接下来就是商业警带队下矿调查的画面。有价值的资料就只有刚刚所展示的3幅而已。好了，受理。等一下。其实说实在话，我真的觉得是他伪装成的红叶，因为他的发头饰就很像。但是你就得解释他为什么，就是你必须得解释他当时为什么没有下去，他是怎么再下去的。不过可以说呀，比如说我说看看监控啊，
到时候再说吧，看看后边怎么弄。姐姐已经把目击证人叫上法庭，我还是先专心对付他吧。露西亚这位证人不仅是案件的报警者，还曾与被告共处了一段时间。他果然是阐述案情最合适的人选。雷姐，请继续吧。从开庭以来，姐姐的每一句发言，每一次提到证物都是有所设计的。对我这种纯靠误打误撞的新人来说，这才最恐怖啊！好的，证人，请你对案发当天你所目击到的事情作证。OK。开始了。案发当天，我为了工作前去矿坑踩点，坐着9点那班升降机下了矿坑。那矿坑的光照条件有限，我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四处寻找合适的拍摄场所。大概转了10分钟，我不知不觉穿过了一个破掉的砒丝网，那就是废矿区吧。我刚走进去，就闻到一股令人不快的味道，紧接着就看到那惊人的一幕：那里一位年迈的老人倒在了一片血泊里，而他的旁边正是手持匕首的被告。看到这么可怕的画面，我下意识地按了相机快门，然后飞一般逃走了。我多一秒都不想看到那个小幼女，直接跑回了地面。原来如此，果然是非常清晰的目击报告。还拍下了照片，既然你也按下了手中的快门，就给法庭展示一下你的战果吧。没问题。揭露真相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啊！请擦亮双眼，摆个如丧考妣的姿势。手环，我看一下。这块看不到，但是他确实是戴手环，右手有手镯。红叶的右手有手镯吗？不是很，但是他是左手。这是，居然还有这样的照片。这照片拍下的不就是被告杀人的决定性瞬间吗？虽然这照片确实令人震撼，但这和检方的刚才的主张并不一致。检控方明明声称我委托人是以拥抱的姿势将死者杀害的。检控方刚才只是提出一个假说，具体的推断当然要视证词而更改。况且我也从未主张过这张照片拍下的就一定是案发瞬间。顺带一提，经过我们的调查，被告的惯用手确实如照片所见是左手。原来红叶是左撇子，我还没仔细观察过呢。你不真拉胯啊，就跟你身边待着都没察觉。此外，有可能接近现场所有人员中，左利手的只有被告一人。原来如此，检方的功课做得很足。如果只是为了防止防胡搅蛮缠做的一点预防性措施罢了，这样一来就很难主张照片里的红叶是被假冒摆拍的了。还有一点，在这张照片里，被告没有戴手套，直接接触了凶器。然而，警方从现场回收的凶器手柄上却没有查出任何指纹。这又意味着什么？继而显而易见，被告在行凶之后特地将自己的指纹擦掉了。我一直看不到，他的右手好像，他的左手有手镯吗？他的右手是没有的。幸亏有这位目击者和照片存在，否则我们寻找真凶就变得非常困难。如此一来，被告作案以及处理现场的证据链已经齐全。审判长，你意下如何？虽然被告杀死死者具体方式还有待讨论，但有了这些证据和明确的目击证词，我觉得案件就非常清楚。那个辩方还没有对证词进行询问。可我觉得这张照片所反映的事实已经确凿无疑。我身边的2位同事还有前面的书记员一直点头呢。话虽如此，但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并不是刺杀时，而是刺杀后。这人对刺杀瞬间的描述还不够清晰，因此辩方坚持要求询问。本来询问就是你的权利，只是在案情已经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希望你不要过度浪费本庭的时间。我知道了。OK， 保存。等等，冷静，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请具体描述。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精神简直就要崩溃啦！辩方，请你不要再刺激这位证人。当时的情况无需描述，照片上已经显示的清清楚楚。反对有效。辩方，请注意关照证人的情绪。对不起，我一定会注意的。可是当时我真的是被吓得不轻，整个人都过爆了。不过我还要确认一下，你看到被告杀死死者的瞬间了吗？当然没看到。我知道你是想忽悠我说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词，再跳出来反驳我。这次我不会再上当了。我的眼睛确实没看到，但是我的相机可比眼睛还可靠。总感觉他被坑过。等等，
你都已经这么害怕，怎么还能拍出这么清晰的照片？别小看我，这双手就是为了端相机而生的。就算我腿抖到尿裤子，我手里的镜头也不会丝毫晃动。可惜我当时没有仔细的取景和对焦，只是凭经验随手按了一下。欢迎瑞希，晚上好，晚上好。不然这照片的构图还能更有层次一点。犯罪现场照片要有层次感有什么用？在我看来，证人的拍摄手法确实相当专业，照片没有任何不清晰的地方。先不说这个啊，拍摄完了之后，你怎么放着被告和死者不管，独自逃走了？这不是当然的吗？等等，证人，请不要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词汇对被告发起人身攻击。啊，律师好可怕，再也不敢了。我再确认一遍，你是坐上了9点那趟升降机进入的矿坑。你在参观短暂踩点之后，就穿过铁丝网来到废矿区，目击了事件。接着被吓得不轻的你立即逃离现场，坐着升降机回到地面，对吗？没错，没错，非常准确。也就是说，你在矿坑逗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差不多吧，说不定连10分钟都不到。你这跑的未免也太快了，拜托，这可杀人好吗？杀人啊！我当时根本恨不得在脚下装个滑轨，直接滑到升降机入口去。哎，等等，所有的工作是指摄影工作吗？为什么你非要跑到矿坑里踩点？这就不懂了。现在客户做什么都喜欢私人定制，奇怪的需求见多了。这矿坑主题的婚纱照我也是第一次拍，正因为心里没底，所以才需要踩点。在煤矿里拍婚纱照，拍完了这婚纱还能要吗？在昏暗的矿坑里也能拍照，是不是有很厉害的闪光灯啊？不，大功率的闪光灯会破坏照片的整体氛围，也有可能把客户晃得睁不开眼。这种缺乏自然光、无法供电的拍摄场所，正是对我们摄影师的考验的技术的严峻考验。最关键的是把单反调整到合适的感光度，保证画面既不会过暗，也没有任何噪点。然后感受一下在黑漆漆矿坑里设置最恰当的白平衡。白平衡你懂吗？就是一派胡言。这是法庭，不是摄影家协会。等等，在这10分钟里，你都去了哪些地方？我没走远，基本上都是在参观区转悠，踩完了几个拍摄点，我才继续往前走。你说为什么非要穿过那个铁丝网呢？那里看起来像是能取到好景的地方吗？客户的要求是背景越黑，显得越昏暗狭窄越好，我当然尽力了。你的客户难道是鼹鼠？在铁丝网旁边还有个被铁栅拦住的入口，本来想去那里看看的，但凭我这个体型实在钻不过去。等等，不愉快的味道，血腥味。作为摄影师，你还能分辨出血的味道？这和我的职业无关，我只是以前闻到过血腥味而已。那个味道实在太可怕了，就是丢给我2个肉包子，我也绝对不会闻错。也就是说，证人在大达废矿区时，凶案已经发生了。在考虑他提交的照片，案发时间毫无疑问是在9点以前。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么可怕的场景啊！请你冷静一点，回忆这么可怕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啊？思考一下，给点提示，不知道从哪儿入手。是那个滑轨吗？等等，一派胡言。寻找拍摄场所。等等，这个好像没说。那你后来找到合适的拍摄场所吗？那当然，咱这选取背景的慧眼，不是你们这些只会摆剪刀手的凡人能理解的。你朋友一大圈照片都是剪刀手，来摆一个暗示风灯的姿态吧。就是这样，在黑暗中求索，散发着白色光芒的眼神，真是熠熠生辉。这后仰的身姿，这挥舞的双臂，如同雨神降临般令人倾慕。所以你明白了吧？就算是在拍摄条件如此受限的法庭上，我们摄影师也是可以竭尽所能拍出最美丽的照片。懂了啊？是这个吗？等等，滑到地面上去呢，还省得升降机开门了。滑到地面上去，滑到地面上去，看看啊。
看看啊，这是订车票的事儿。工作区的脚车掉链，其中一条链条的灰尘似乎被擦掉了。是这个吗？矿用脚车。看看啊，这个有点难，没有特别明确的提示。反对。这个吗？反对。总感觉是这一句。总感觉是这一句。反对。反对。啊，不对。搜一下攻略吧。无罪之庭攻略，第4章攻略，全流程详细攻略教程。这没有文字版吗？这游戏要什么视频攻略呀？无罪之庭全部攻略图解。哎，不对不对不对，这个呢？这个呢？不是？哎呀，等会儿一下啊，搜一下攻略。图文有吗？在这儿，在这儿。看看啊，真有，看看啊，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第4章。询问背部致命伤追加证人。哎，啊，这是啥？我怎么听不懂？我怎么看不懂？宫西告示对查红叶出示证物。张维迪询问环节，询问背部致命伤，没有背部致命伤。后方持刀攻击出示现场照片，选择地上血迹，对，直接跑地出成监控记录啊！反对！你证词很奇怪哦，证人。哎，哪里奇怪？据我手里的资料，这摄像机每半个小时才往返一次。你刚才说过，你在9点半乘着他来到矿下，然后只在那待了10分钟左右。但是明明还没待9点半，你竟然能乘他返回地面啊！还有这事儿，
证人视频摄影师，他的主要目的是下矿取景。他在矿下一专注工作，又受到了目击案件的刺激，就算他对时间判断产生误差也没什么奇怪。对时间判断有个5-6分钟误差还算合理，但把30分钟误解到不到30分钟，未免太不靠谱了。还有证人在拍下照片之后，声称自己是飞一般的逃到升降梯口，对吗？对啊。审判长，请看监控记录，这位证人可是与被告搭乘同一班升降梯上来的。如果你全速冲刺才能赶上这班升降梯，那刚刚被你拍到跪在现场的被告怎么可能赶得上？难道他在看到你的瞬间就丢下凶器和死者陪着你一起狂奔不成？我的主张很简单，这位证人竟然在矿下停留了30分钟的时间，他却只描述了自己不到10分钟内的行动。那么这空白的20分钟里，你究竟在做什么？说起来，既然红叶是9点半和这家伙一起从矿坑里出来的，那他到底是什么时候下去的？我明白了，杀害那位老人的凶手其实就是证人你吧？省了这么多年刑侦的这样的情况我也见得不多了，你一定是这种利用20分钟伪造了现场，然后把罪名一切都推给小姑娘，对不对？啊，偶尔推理嘛，感觉真是不错呀。证人，现在整个法庭都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你，你打算怎么办？有话就说，给我爽快点儿！如果你不能自圆其说，连我也不会轻饶你。这个，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想起什么了？才没有空白的2分钟，我不可能伪造什么现场，请务必让我重新作证。这次我是真的想起来了。是吗？我还觉得你样子非常可疑，请务必把证词说清楚。啊，没问题。哎呦，其实当时我魂都被吓飞了，真的想立刻跑掉，但是我跑到升降梯入口的时候，发现根本进不去，当时我就绝望了。然后那个非常丢脸的，我在升降机面前昏过去了。然后现在真是可怕，那个小妖女顺手捅我一刀的话，现在可能就……我醒来的时候看了一下相机的时间，是9点28，升降机也快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小妖女突然出现，然后她和我一起走上了升降梯，到达地面的30秒。我生怕她拿手榴刀捅我，能活着出来太不容易了。反对！怎么还没开始询问，反正就出现了。这位证人的证词全程都在对我的委托人进行人身攻击。反对有效，证人，这位法庭，请你注意你的用词。辩方不要那么激动，哎，哇，这张照片兼顾了威严与慈爱，简直是肖像摄影的典范之作。我要把它命名为法庭上的背影吧。证人，请你立即修正证词中人身攻击的成分。啊，好的了。这证词看起来确实严谨了些。辩方为了避免过度刺激这位敏感的证人，你在询问时也尽量谨慎。啊，我知道了，请询问。OK。欢迎凯米拉进入。欢迎凯米拉，晚上好。等等。9点28，如此零碎的时间，你也记得这么清楚吗？当然，这时间对我来太重要了，我得知道自己还有多久才能逃离那鬼地方。然后就发现升降机快到了，对，我花了2分钟确认了相机没说坏，周围没人，正巧一抬头升降机就到了，我想都没想就冲进去了。等等，所描述的就是监控记录的显示的那一幕。对，我那会儿才走上去，就听见有人在后面在叫我，具体怎么叫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她说：“这位叔叔，请等我一下，我要上去。”现在回想起来，那声音真的很好听，就像流星划过的瞬间一样。我当时还在想，这矿坑里怎么会有其他人在？结果一回头看到，这不就是刚才那个小女孩吗？还没反应过来，她就已经走到了我的身边。你有注意她的样子吗？比如她的表情如何，身上有什么痕迹？哇，我怎么敢用正眼看她？当时真的吓得我整个人都反色了。原来如此。等等。当时那个升降机里只有你们2个人吧？当然，如果有第3个人的话，我一定会躲在那人身后瑟瑟发抖的。你为什么认为被告会拿刀捅你？当然是因为他刚刚杀人的时候用的是刀啊，他总不能凭空变出把斧头来吧？不管怎么说，和这个手持利刃、全身是血的女孩独处了这么久，我快吓死了。好像没有吧？对吧？他没有手持利刃，手持利刃，全身是血，这就是红叶当时的状态吗？这个感觉不太对。反对。对，没有手持利刃。证人，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在法庭上的发言能稍微客观一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迄今为止，你所有证词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主观臆测上。你刚才一直在重复，我害怕被我的委托人灭口。不光如此，你还提到他拿着手里的刀捅你，对吗？没错，这种担心不是人之常情吗？
不，这种担心任何势力和质疑正常的人都不会有。审判长，请看这个电梯的监控记录。请问证人，你所谓的利刃究竟在哪里？这个画面，被告并没有拿着凶器。不仅如此，那把沾着血的凶器是警方在案发现场，也就是在废矿区发现的。无论我的委托人是不是凶手，这把匕首都被留在了死者的尸体旁。可证人却一口咬定他被被告带上了升降梯。证人，你打算作何解释？怎么回事？凶手明明是那这么可怕的人，他做出什么事来不都很正常吗？我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刀，只觉得他很危险，你们难道不觉得吗？审判长，证人刚才这番话足以证明他的所有证言都是建立在被告就是凶手的臆想之上。这种情况下，他的证词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是想象，我们都难以确定。您真的打算采用这种漏洞百出、充满主观推断的证言吗？证人，我不得不承认，辩方的主张言之成理。本庭念你在经历过杀人现场，精神受过刺激，不会追究你2度做出失实证词的责任。但另一方面，你的证人，本庭确实没有理由继续采信下去。证人，开庭之前我再三警告过你，上庭要如实作证，不准添油加醋。无非这些话都是左耳进右耳出，成耳旁风了吗？即使这位证人的可信度降低，但他所拍摄的现场照片却不容置疑。只要有这张照片在，被告的嫌疑仍然不会减少半分。反对！如果我们无视证人情绪化的指控，只看这些影像资料的话，被告嫌疑真的不会减少半分吗？ OK， 审判长雷简，我并不打算否认证人所拍摄的照片，只不过从这张照片来看，我并不能确定被告究竟在做什么。他确实有可能如警方所言正在行凶，但另一方面，他有可能只是拔出凶器。喂，哦，有了，刚才是不是麦我有问题啊？突然掉线了，我说我怎么听不到声音了？我靠！我后来一看，发现我录制的麦也没了。反对！啊，有了！这法庭本来就是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方。我方认为这位证人的证词确实有可能掌握着我们不了解的情报，所以请他来出庭。声音调小一点。既然你执意要传唤他，那么就准备好充足的理由来反驳我吧。OK， 直接发起的对决，确实传唤那家伙上庭，可能对法庭而言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我不会因此退缩。OK， 又来弹丸论破时间了。让我看看吧，你到底是不愿正视事实，还是真的有这么做的充分理由？好，姐姐。不。
雷姐，我接受你的挑战。不存啊。哼。首先，这位女士身份特殊，警方认为她涉案的可能性极低，才未曾登记。反对。就算可能性极低，也并非为零。既然她出现在了现场，就有必要接受调查。反对。检方正是因为已经仔细调查过她，才认定没有请她出庭作证的必要。欢迎点宁缺毋滥进入直播间。嘿，宁缺毋滥，晚上好，晚上好。在大街上，难道所有路上的行人都要被拉来法庭作证吗？好像也有点道理。首先，并且，他早在案发前就离开了现场，不可能是涉案人员。反对。我方刚刚在询问张维迪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他拍下的照片并非案发瞬间。欢迎 B 站第二大狂进入直播间。欢迎 B 站第二大狂，晚上好，晚上好。中间有着非常长的空白时间，只要这位证人进入矿坑时，死者已经入内，就不能断定在他离开时案件还未发生。确实，你这一点说的没有错，但是单凭这种微妙的时间差，还不足以支持我们排除困难，将他作为证人传唤。如果没有更加具体的理由能够说明他掌握信息的有效性，就没有必要做此行动。更加具体的理由嘛，先听听姐姐是怎么说的。OK， 这一关看起来算是过了，他的下一轮攻势要开始了。警方已经在庭外询问过此人，最终并未取得任何有效情报。反对。警方的询问真的是完备的吗？反对。你有何依据，就敢质疑警方的调查？好像没有。实际上我本人也问过他，当时也没有获得什么有效信息。毫无根据的怀疑警方工作室不可能让我在对决中占据上风的。第二大狂说 PK 来的正好啊，什么 PK 来的正好？瞎 PK？ 先认真听下姐姐的发言吧。警方已经在庭外被告是现场唯一身上沾有血迹的人，直播间光这一点就很难再怀疑其他对象。反对。说不定现场还有其他人的身上沾染了血迹，但此人已经清洗干净或扔掉了外衣。可是字怎么重叠了？法庭最基础的常识，拿证据说话。敢问，对于这个其他人的存在，你有证据吗？对不起，我没有。B 站第二大狂说，开始第二轮对决，正好上面的 PK 开始了。可以，优秀优秀。现在我要想的是如何证明那个人是有价值的，不要再误入歧途了。警方被告，而反观这位女士，感谢第二大狂的点赞。清楚的看到，她身上没有一点可疑痕迹。这怎么重叠了呀？反对。不是怎么成这样？是红色的，仅从图像上来看，怎么有点小 bug？ 是否没有染上血渍？官方修一下，不过这游戏都下架了。她这件衣服在案发后也一直没有换洗，就算摄像头里看不清楚，在她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会检查吗？的确，警方不可能忽视这种事情。想要证明他有作案嫌疑，根本是做不到的。我需要找到其他的进攻方式。再认真听一下。警方他身上已经不存在疑点，也没有信息可发掘了。反对。不，就算这位证人身上暂时没有疑点，却不意味着他没有信息可挖掘。不是这回怎么这么多字重叠呢？已经显示了。他在离开时是独自一人，这种情况下他能说出什么有效信息？反对。那有啊，爷爷离开矿坑时的确是孤身一人，爷爷之前也来了呀。并不是我方想要调查的重点，重点在于他是在何时和谁一起进入的矿坑。对呀，爷爷不是7点半吗？你不是没拍到吗？那这个问题你已经有答案了吗？有了。这位女士是乘坐更早一班7点30的升降机下矿的，但是和她在一起的人就是被害人，就是他。在
我们讨论的监控录像中，死者进入矿坑的身影从来没有被记录过，而死者能够出现在矿下遭人杀害，我们必须要讨论他前往矿坑的方式。而图像中的这位女士，我在昨天的调查中已经见过面，她可是亲口承认过，自己曾在升降机里遇到了死者，并和他短暂的共处一室。什么？这不是很关键信息吗 ？OK。其实我很清楚，他即便在这里作证曾见过死者，对局面也不会有任何帮助。毕竟警方在庭外已经询问过他了，也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我之所以要非拉他上来不可，是因为另一件事让我更在意。既然这个人如此关键，你双方搞清楚他的身份了吗？当然，这位女性是现在当红明星纳布奇。什么？那个大明星竟然会到这种地方去？在快乐好嗓门夺冠的那个，我超爱听他的歌舞的，每场都看呢。可是他居然跑到杀人现场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麦开了吧 ？OK。审判长，虽然这位纳布奇小姐在8点钟就离开了矿坑，可刚刚检控方也承认了，张维迪拍下的照片未必就是案发瞬间，这并不能排除纳布奇小姐与案件的关联。我想，我们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听听她的证词。我觉得辩护方言之有理，雷姐，你的意见呢？麻烦，就这个可以理解为他没有异议吧？好吧。纳布西小姐的日程安排很紧张，要联系她出庭作证并不容易。既然如此，先休庭10分钟。10分钟不可能，没1个小时她来不了。这可有点犯难了。如果要休庭1小时，还不如我们责任在身。难道这一天这么混过去了？没那个必要，检方今天就准备了备选的证人，休庭后再询问他就是了。原来如此，还是雷姐想的周到，是我想多了。现在起休庭10分钟，检控方做好传唤证人的准备。哪个备选证人？还有谁呀？OK 被告候审室。局势总算缓和了，却还是吓出一身冷汗。虽然我在决定做律师时就已经想过，总有一天要和姐姐对簿公堂，但我实在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居然是在红叶的案子上。冬雪姐姐，红叶你还好吧？红叶没事的，只是我自己觉得真的很惭愧，明明自己是嫌疑人，却连一句辩驳的话都说不出呢。这不是你的错，毕竟如今这样事换了我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历刚才的审理，你又想起点什么吗？我懂了。如果红叶能想起哪怕一点点声音画面，也不会害得姐姐如此吃力。但是红叶在仔细回忆的时候，又觉得很可怕，很害怕。万一爷爷他真的是我杀的，可怎么办？别胡思乱想了，就算警方丢出1万件证据，我也不相信这是你做的。再说这些所谓决定性的证人和证人都被我找到漏洞。全部驳回的时候，我也是，我也很喜欢绿毛。我其实挺想知道这个绿毛配音是谁，配的挺好。黑笑琉璃点进入直播间。欢迎黑笑琉璃晚上。我也挺喜欢那个绿毛的。再给我点时间，一切都会好的。虽然大话也说出去了，不过现在情况还不算上乐观。到目前为止，我只能根据姐姐丢出的情报来见招拆招。询问纳布奇是我反客为主的唯一机会了。没错，我必须要问出他昨天避而不谈去现场的真实原因才行。对了，还有件事我完全无法理解，你的爷爷村长先生，他这些年一直都病得很厉害，不怎么出门吗？爷爷已经病了很多年了，他就是在身体硬朗的时候也很少离村。那他有没有经常上网或者给外界打电话什么的？咦，爷爷他根本不会用那些东西，我们家连电话都没装。我想也是。无论怎么想，村长和天盾的联系都是完全不存在的，不会他是什么天盾什么初代头目吗？甚至连接触到任何天盾成员的机会都没有。这张卡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真想破头也想不明白了。或者说是给别人的，结果塞到爷爷这里了。距离开庭还有2分钟被告辩护律师请准备上庭。时间又要到了呢，红叶先过去了。冬雪姐姐，请一定要加油，红叶会竭尽全力回忆点什么的。放心吧，这里一切有我。红叶现在承受着多大压力和痛苦，恐怕是我难以想象的。但现在值得担心的，除了红叶之外，还有天盾，也有同样印记的预告函和恐吓信同时同一时间浮出水面。稍微动点脑子人都能想到，这个绝对不是巧合。我总有预感，这个案子恐怕会出现令人难以预测的发展。
虽然我的目的是成为独当一面的律师，但这种时候逞强并不是明智的选择。荣叔，你可要赶紧回来啊！怎么老叫外援呢？这你也就是在这个游戏里，你看看那逆转裁判，第2集就死老师了，程步堂一人撑起的太多。那么查出村长查光定遇害一案，现在重新开庭。李检，证人方面怎么样了？那不停的出庭手续已经办妥，不过他在赶来法院的路上，估计还有半个小时。在那之前，警控方决定先传另一位证人出庭。明白了，这位证人是请征战上海的青年富豪青鹿山矿坑公园的所有者郑大钱出庭作证。原来是郑老板。哟，原来法庭就长这样，装饰还挺不错的嘛。此人请保持肃立，不要在法庭上左顾右盼。哦，大叔，你手指锤子还挺好看的，多少钱？我买了。3万怎么样？放在我桌子上应该很合适，没事多敲几下，多威风。3万。这个锤子是公务，不能卖了。B 站第2大，还真是可惜了。挣大钱的谐音。我知道。之前那个逆转裁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就是在玩谐音梗。这个游戏也是继承了这个逆转裁判名字玩谐音梗的这个东西啊。郑先生，请你出庭，可不是为了让人买纪念品啊！原来不是啊，你还真是来买纪念品的。总之，证人，你的姓名和职业。我嘛就是挣大钱了，职业是投资人和公司老总，也是青鹿山矿坑公园的老板啊！不愧是老板啊，名字里透露出一束土豪气息。而且豪气这词儿可太大了，过奖。证人，你既然是案发场所的拥有者，也亲历了这个案件吧？亲历可谈不上，略有耳闻倒是真的。证人不但是青鹿山矿坑公园的所有者，也是他的建设者。谈到案发地点，他比我们在座任何人都要了解，他的证词自然具有一定价值啊，言之有理。证人，就案发当天所看到的事作证吧。没问题。案发那天，我原本打算去排查设备，但有大人物要来嘛，所以我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和他接触一下。但是7点20分，我就待在一棵大松树的背后，在那等着他。头一个来的是个年轻人，拿着一个挺大的绿东西，估计是我老婆喊来的修理工。这有问题啊，这有问题。后来来了一个驼背的老爷子，走路颤颤巍巍的，也往矿坑的地方去了。差不多8点的时候，那个修理工走了出来，手上的绿东西也不见了。之后过了大概40分钟吧，一个高大的家伙快步流星的冲了出来。等了这么半天都没见到传说中的大明星，我就靠着树睡着了。大概眯到9点1刻，我好像等不来人了，就干脆回值班室继续睡。但是等等，这样你的行为不就是偷窥吗？这可是有罪的。呦，不要这么随便给人定罪啊！我好歹是在户外观察的好吗？而且吧，明星效应带来的利益是不可估量的。有句话说得好，无商不奸，那好像不是个好词儿吧？而且就怎么连他好像没有见到我预想的那个人呢？对，这个明星神出鬼没的，无论动机是什么，这人刚好目击了那段时间进入矿坑的所有人员。不会这个人会伪装吧？就是最开始那个什么绿头发的是他伪装的吧？这话倒是没错，但你为什么要躲在树后啊？这还用问？既然是大明星，身边总会跟着4、5个保镖吧？咱要是冒着冲上去，万一被逮上闲家人等直接架走了怎么办？想的真多呀！还有就是这个人几乎平时不看电视，明星之类的实在不怎么认识，我要随便冲出去认错人多尴尬，你说是不是？所以你连人家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也敢请他帮忙宣传？一般摄像机开启时间是7点半，而证人开始监视的时间是在这些。哎，这真离谱！哎，7点半开那个监控摄像头，结果摄像头8点钟才开始，这不有病吗？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在不被你发现的情况下靠近摄像机，是这样吗？啊，那是当然，那是当然。要是有人能从我眼皮底下溜进去，那可不得了。不过他的证词里怎么完全没有提到纳布西小姐呢？如果他一直在那守着，照理说应该能看到她吧？会不会是一开始前一天就进去了？如果没什么疑问的话，辩方就开始询问吧。好的。等等，不见了，那么大个东西怎么会说没就没？你问我，我问谁去？应该在修理的时候用掉了吧？那又不是一桶油漆，哪能说用就用？那位修理工走出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看起来似乎特别急，反正比进去的时候走得快多了，到底是为啥呢？难道不是因为放下手里的东西吗？啊，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我也有帮上忙的时候呀，不错不错。等等，就那个绿头发的不会是陆检吧？感觉不太对吧？高大的家伙呀，他不是手里拿个相机啊？对，你咋知道？
那家伙刚才还在法庭作证，他是去你公园踩点的摄影师，摄影师就他，真假的？有什么问题吗？他手里那机器一看不是什么高档货，撑死的不超过10万块钱。我还以为摄影师多少会有点高级装备呢。多少？10万块啊？怎么了？还没算镜头呢。反正是用来买来当玩具，不买人家好的让自己开心开心怎么行？你说对吧？我就说单反穷3代，是个回忆声，幸亏我没入这个坑。这人所说的证言与张卫迪行动一致，这点没有问题，确实时间完全对得上。等等，靠着书也能睡着吗？有啥不行的？人要是真累了，连走路都能睡着的。确实，我有见过在听审过程中睡着的检察官。这说的是陆春潮吗？你大概什么时候睡着的？记不大清了，大概是不到9点。也就是说9点钟那一台摄像机的使用者你并没有看到吗？可以这么说吧，漏掉什么关键人物吗？根据监控录像的内容，9点钟下矿的只有张维迪。这要是卖了，那个记者直接发了吧？这个不就是我之前我其实我也有加过一些摄影群，很多人就在群里面问说怎么能够赚到摄影的第一桶金，然后他们就说你把这个相机卖了，你就能赚到你就能赚到你的第一桶金啊。也就是说，第二大狂说一台相机10万，那肯定的，这个货肯定是越来越贵的，而且肯定还会有一些商用的摄像机，那个就会更贵。也就是说，他其实什么人都没有漏掉嘛。这人在外面睡觉很容易生病的，以后可不要这样了。多谢关心，多谢关心。等等，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等不来人？时间还早，不是吗？对你来说还早，对我来说可晚了。如果不能在10点之前下矿，我这设备就检查不完了。你还有心情回去睡啊？那怎么不行？做生意少一个账号，休息好了比什么都重要。这矿坑到底是不是你开的？我确定一下，你到最后都没遇到那位明星吗？对，本来打算检查这边的空闲时间去作业区瞅一眼，说不定能遇到他。不过醒了没多久之后，警察就来了，我才知道下面发生了命案。警察达到现场的准确时间你还记得吗？应该是不到10点，带他的大姐说矿下发生了命案，让我带他们下矿。然后我就手动操作了一次摄像机，把他们领下去了。能够手动操作摄像机的只有你一个人吗？是的，唯一一张钥匙卡是我拿的，一颗也没有给过别人。警方已经确认过这种钥匙卡没有复制的可能。案发当日，摄像机里摄像头完好无损，没有人能够在不被监控情况下下矿。这是毫无破绽的补充啊，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问下去了。应该是这个啊。等等，你说的大人物就是纳布奇小姐了，没错。那你知道她借用你的矿坑的原因吗？这可不方便说。哎，咱们跟他经纪人可签了保密协议的，要是丢了诚信，谁还敢跟我做生意啊？我真问不了这事儿和案子有关，继续纠缠下去怕是没有意义。等等，虽然他借了你的矿坑，可是你却没有和他接触过。是啊，从头到尾都是他的经纪人在和我联系，我连明星的影子都没见着，是他的经纪人联系你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你主动邀请的他。当然，我挣大钱在风口浪尖上翻滚了多少年，现在靠的都是真材实料，没啥本事的公司才会把钱投在请名人代言这种花花肠子上。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说我等他呀？这可不一样啊，这次是人家明星自己送上门来的，又不是我请的。这个机构要请他，顺道帮忙宣传宣传，以后就算传出去了，咱的面子也算挂得住啊。我完全不理解他的逻辑啊，果然不是做商人的料。那你知道纳普西小姐来矿坑的具体时间吗？为什么这么早就去等她？要说具体时间嘛，当然是不知道了。不过咱的升降机是7点半才开放的，她要是从上午开始借用场地的，所以我只要在矿坑开放前一直等着她，没准能碰上她。跟老板真有耐心的人，那自然急性子赚不了大钱。不过你的本意不是去排查设备吗？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没有问题吗？这个嘛，排查设备确实重要，不过请明星宣传建立口碑也很重要，不亏。话说回来，我是没想到这大清早的，除了我之外，还有这么多人往咱矿坑走啊。等等，那个咋了？突然这么支支吾吾的？你这句话信息量未免太大，能不能说得更仔细一点？详细讲两句没有问题，但是你想让我说的是哪一部分？哦，我靠，应该是那个绿头发，年轻人修理工，绿东西。请问你说的绿东西是指什么？这个嘛，离得太远看不清啊，只知道是个长方形的东西，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个啥，但那色还挺好看的，就是体积大一点。不然可以考虑买在家里放个装饰，不会是什么炸弹之类的吧？你见它是啥就敢买啊？不过这个所谓体积有点大，具体是什么呢？我没冲上去量，哪知道具体的。不过按比例来算的话，应该有个2米长，1.5米高吧。那还真是挺大，它的厚度呢？我又不是火眼金睛，那看出长和高不错了，我哪知道厚度？说的也是。
我还想不出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既然体积这么大，应该很重吧？好像没办法，就这个身人话题深入下去，应该问点别的。年轻人，那个扛着绿东西的年轻人，郑老板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吗？这可犯难了。且不说我站在那个地方离那家伙太远了，自从结婚之后，我就再也不用正眼看我老婆之外的女人了。还真一直斜眼看我呀。哎，等等，那个年轻人原来是个女的呀？是啊，是男是女有啥关系吗？还有很大关系。比如说，你看到那位年轻女性是站在旁边的被告吗？哎，不是，体型差太多了，而且这位小姑娘的体格哪里拿得动重物啊？是被告的话，你能稍微描述一下她的特征？啊，我没读过几年书，一定要说的话，只能说那肯定是个女的。会不会就是那个女明星啊？因为郑老板目击到这几个人里只有一个人的情报非常的模糊，而且此人下矿时间非常微妙，说不定他和案件有一定联系。这人已经明显记不清此人细节了，继续纠缠只会浪费时间。这我也知道了，这人难道你就没有确认他身份的办法吗？比如说画出来什么的？啊，我从小美术就没记过国，你要是让我来的话，我可以试试。不，还是算了。要说其他方法吗？我想想，那个人长啥样我真想不起来。要是我再见他一次，说不定还能认得出来。莫非是他？反对。这个正午，哎，不是吗？是吗？不是吗？我还以为直接指着那个女明星就行。莫非还是我得再点一下？等等。看到他的时候，注意力都在他手上的东西，没咋看脸，怎么办呢？手里有没有可能激发郑老板的这个秀容记忆的东西呢？哦，又有在这儿啊！啊 ！B 站第2大狂说海报吧。哦，物证啊！海报。这你来看看，你遇到这个年轻女性是这个人吗？啊，让我瞧瞧啊！啊，对，就是这个人，我想起来了。这是什么杂志？这是最近一期《娱乐抢先看》，娱乐界最权威的读物，大概。娱乐界的事我可不了解，这封面的人是封面人物，就是我们已经提到的当红明星纳布齐。啥？这货就是纳布齐。肃静，那个我没有听错吧？这位被你形容为力大无穷，还被认成修理工的女性，居然是一位能歌善舞的艺人。我也搞不懂了，但我早上看到的绝对是这个人，没有错。那个病方，你对此有什么意见？对这明星形象我也稍微有点意外，但既然郑老板已经目击到他出入矿坑的状态，我们就更有必要请他出庭作证了啊！言之有理。到了没？就在刚刚已经到了。在他传上来之前，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郑老板，有话就说。你的这座矿坑有可能有人在里面整夜留宿呢？别说傻话了，我这矿坑每晚闭门前都会严格排查是否有人在下面滞留的。坑底的供氧设备在晚间是关闭的，如果有人留在那儿，那是要出人命的。也就是说，在7点半升降机开启之前，没有任何人能进入矿坑。对，绝对没有。好的，我的问题问完了。好，要是没别的事了，我就先回公园收拾这烂摊子去了。你们慢慢聊。啊，不会有人留宿，都是当天来的人。有可能他拎着那个箱子就装了一个人。郑老板虽然看似和案件没什么关系的人，但他的证词却带来了不少新的情报以及新的问题。OK， 传话了，请他进来吧。请力量美学的阐释者，来自草原的艺术家纳布齐出庭作证。这 title 挺多啊，比想象的人还要多呀。纳布齐祝庭上各位身体健康，阖家安乐。愿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达尔雅塞恩拜努。哇，真的是纳布齐本人啊！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能这么近的看到他的脸，好像是素颜，不化妆都这么美啊！他刚才还用蒙语和我们打了招呼，记得是大家好的意思吧？感谢各位对原生歌舞文化的支持，诸位的赞许我在这里先谢过。这里不是舞台，不能对各位一展技艺可以亏欠，要说声抱歉才是。一旦有了观众，他的态度和昨天相比，竟然判若两人。审判长，你不维持一下秩序吗？啊，肃静，不好意思，头一次在法庭看见当红明星，连我也被这场景吸引住了。我们知道你今天时间紧张，请你出庭作证也是迫不得已啊！我也不跟你客气了，大老远来一趟，耽误时间是肯定的。毕竟人命关天，我不来也不合适，要不咱们就赶紧开始。
哇，没想到身为大明星，竟然是这么豪爽实在的性格，怎么办？我要被对他路转粉了。肃静，肃静！没想到纳普西小姐真是一位如此心直口快的人。因为这人下午2点还有场演出，如果迟到缺席，将产生上百万元的违约金。为了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我方提议讯问完一段证词之后，立即让证人离席。什么？只有一段吗？没有证据显示这位证人是本案的嫌疑人，本庭本来就没有权利强行挽留。本庭认为，出于人性化考虑，雷检的提议合理的。这样好得很，感谢各位理解。我想问他的事多如牛毛，这下可不好办了。如果只有一段证词，就绝对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信息上。你打算让他说些什么呢？是有关他和死者碰面的内容吗？并不是，他和死者的会面，我在调查时已经有所了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首先，我想请问纳普西小姐，你见过被告席上的这个人吗？我只见过检方向我出示的照片。我昨天已经明确和你说过了，我是和那位老人一起下矿的，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果然如我所料，这个问题就先放一边，我们要先专心突破这个纳普西才行。好的，那我们就暂时不在被告这个问题上纠缠。我真正想问的是纳普西小姐下矿之后的行动，以及作为一名娱乐界明星，你到底为什么要在这个矿坑里去？律师小姐，我记得昨天调查的时候已经和你说过了，这件事和案件无关。我知道，但现在案情盘根错节，我不能再相信任何人的一面之词了。你所经历的一切究竟是和案子有没有联系？我们就在这公堂上说个明白。看来你是有备而来，算了，我就配合你说几句好了。我在案发当天起了个大早，7点半左右坐升降机去了矿坑。至于目的是为了找回初心，在一个清静自然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不过一起下去的还有位老人家，我没想到他会希望他能安息吧。走出了升降机，他就径直往右边去了，我嘛就去了作业区。之前有点不好意思，那里的铁栏杆有点松动，我顺手弄断了一根。我在作业区听了会儿歌之后，感觉情况不太对，就离开了。那没记录到你离开的画面。哦，不对，记录到了，8点。警方在现场发现那根断掉的铁栏杆，还纳闷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呦，因为太顺手了，就把这事忘了。哦，无妨，我会联系矿主，这价赔给他的。那条钢筋至少有4厘米粗吧？你就这么一顺手给掰断了，干嘛用掰这么难听的词？这首询问音乐来了，今天的审理要结束了。啊，原来如此，干嘛用掰这么难听的词？我就是随手一碰而已。真是的，城里人用的东西怎么会这么脆弱？跟我们草原真是没得比。这李天就算到了草原上，也随手能吹出几个坑吧。姐姐表情怎么突然严肃起来了？这是你平时都是怎么锻炼的？就是姐姐打拳是不是也想学习一下？为了把舞练好，合理的锻炼和食谱倒是有在做，休庭之后可以交流一下吗？你原来是想知道提升力量的秘诀呀？想知道的话现在也行，不用了，请先专心作证吧。纳姆西的证词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我可不会相信找回初心这种鬼话。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好吧，这位证词人时间有限，希望你不要总追着无关紧要的内容。如果在没有意义的问题上过度纠缠会被惩罚吗？那么请问啊，又搞这种在过度什么不要一天天的老是那个啥，不要老让我们下询问，但我就询问。等等。径直往右，那就是废矿区吧。记得，如果追问与案件无关的话，会被扣写。没事，我有存档。啊，那原来还有个废矿呀！你不知道吧？那里一大片无人打理的空地，黑漆漆的。原来如此，早知道这样，我就借那个废矿。为什么废矿对他来说比作业区更好用啊？怎么关于废矿区的看法，有必要更细致的追问吗？追问。你在进入矿坑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那个废矿区吗？算是吧，我现在回去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地方，我瞟了一眼铁丝网，但没有进去。现在想来，要是我进去看一眼，说不定还能撞上凶手。应该没那么巧合吧？要是真的撞上凶手的话，不是很危险吗？有这么危险的？凶手又没有枪，如果只是普通壮汉，我对付7、8个是没有问题的。我操，你就是当代叶问，我能打10个，真的假的？这位证人在出道做艺人前，就在内蒙古那达慕大会的摔跤比赛上得过好几次冠军。非常寻常的坏人，恐怕真不是他的对手。现在红叶不方便，我要自己找个本子记下来。事务所绝对不能得罪的人 No.2 就是这家伙。等等，那个姑且不论你动钢条的事，一般来说看到栅栏的第一反应难道不是禁止进入吗？为什么你还要进去？这场地是我借的，协议都签好了，就算打个合金装备门我也得进去吗？你连这个都能弄开了，怎么办？关于弄那铁栅栏这事要不要详细追问？那个证人，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问3维呀？
这是要搞什么骚扰吗？别误会，我只是觉得这个铁栏杆的间距是非常的宽的，以你的身材只是为了走进作业区，应该不需要掰断钢条吧？别能用掰吗？我只是轻轻的一碰它就断了。到底什么力量？你是变形金刚吗？田有芳这个问题到纠缠到什么时候？我认为这位巨人应该有什么不得不碰断钢条的原因才对。这话什么意思？依我看来，纳布西小姐弄断铁栏的原因是因为他要那个什么吧？带着某样东西。对，因为你带着某样东西，而且还是件分量不小的东西。你怎么知道？之前郑老板说过，你在下矿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绿色物体，有这回事吗？你带着这么巨大的东西，自然是没办法随便穿过栅栏了，不是吗？连这你都被你发现了吧？我的确带了个东西，不过并没有想弄坏栅栏，谁知道通过的时候刚好卡住了，我只好顺手把它卸下来，这得多顺手。我相信法庭里大家都想知道你携带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吗？很重要，我都憋半天了，这到底是个啥？你看，连雷简都有点好奇了，还说什么？算了，我加一句证词好了。我随身携带了一个绿色小桌子，想在里面坐会儿吃点茶点。欢迎中心破忍进入直播间。欢迎中心破人，晚上，你有病呢？忍说来了。你这是多奇葩，搁他妈矿坑里吃茶点，就怕吃点土。那什么玩意儿？这是？等等，小桌子等等，按照郑老板的描述，那东西可有2米长，1米多高，所以呢，这也算大吗？难道不算吗？这家伙到底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你为什么要带着桌子下矿？刚才已经说了，想在矿坑里坐会儿吃点茶点而已，这也太不合理了吧？算了，你在离开矿坑的时候，为什么并没有带着它？因为走得匆忙，不想被这些东西拖累，顺手就把它扔掉了。扔到哪里？作业区好像有个深坑，我就顺手把它丢下去了。作业区的深坑说的是脚车那一带嘛，反正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回头再买一个就是了。贵不贵我不知道，反正应该挺重的。不过他携带的东西真的是桌子吗？还是再仔细看一下证物？哎，携带的真的是桌子吗？能有证明他携带的不是桌子吗？这个吗？镜子碎片吗？反对啊！果然。我再确认一次，你带进矿坑的是个绿色的小桌子。对，这很重要吗？在那之后，你把桌子顺手丢进了作业区的深坑里，也就是脚车所在的位置，对吗？没错。怎么了？如果是这样，这可就奇怪了。我在调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桌子，反倒在脚车的车厢里发现了另一件绿色的东西。这是什么啊？由于脚车距离地面太远，我没法把它取出来。不过大家一看便知，这明明是镜子的碎片。纳布西小姐，难道你丢下桌子的时候还附带了一套梳妆台吗？不，确认，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理由非要隐瞒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实。你带到矿下的应该是个巨大的镜子才对吧？在希望草原上，我们放声歌唱，歌颂伟大的长者为我们带来牛羊。怎么又唱上了？病方胡闹也该有个限度。这人带下矿的到底是桌子还是镜子？跟这桩杀人有关吗？这才不是胡闹。当庭询问证人的初衷是让证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位证人明显在隐瞒什么，我怎么就能就此放过他？反对。那你倒是说说看，这位证人到底隐瞒了什么？这个我想他一直闭口不言不谈的，应该是他进入矿坑的真实目的才对。真实目的吗？这个鞋印属于比较罕见类型，应该不是生活中常见的镜子。不过大小倒是和明星纳布西吻合呢。所以这些脚印是纳布西留下的，应该是吧？我也不确定了。他到底在这做了什么才会留下如此粗乱的脚印？不会在这跳舞吧？你之所以来到矿坑，其实是为了排练舞蹈。纳布西小姐，你在作业区地面上留下了很多深浅不一、方向各异的鞋印。再考虑到你还带了一面巨大的镜子进入矿坑，很显然你是为了排练舞蹈才下去的吧？真是的，律师的直觉都是这么敏锐吗？真麻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绝对没有人打扰的练舞场所，被你这么一搞，又要被媒体知道了。
这究竟是我呢？生平最大的梦想，并不是做一个响当当的大明星，而是要把家乡最美好的歌舞文化尽可能的传扬给更多观众。参加选秀的目的只是扩大影响力的手段，却没给我带来无尽的麻烦。麻烦，你指的是媒体的曝光吗？没错，你是没被狗仔围追堵截过，是想象不到有多恐怖。他们就像蝗虫一样，吃饭、睡觉、排练，每一刻都有可能出现。我本以为他们会关注我的作品，事实证明我真是太高估这群货色了。娱乐界的新闻报的大多都是些八卦了，确实没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岂止是八卦，上周还有一个人问我对畜牧业造成土壤，什么畜牧业造成的土壤荒漠化有什么看法？就因为我唱过几首放羊的歌，连这个就要管了吗？被他们烦了这么久，我太需要找个清静的地方优化润色我的作品了。可惜任何常规的排练场所都躲不过媒体的无孔不入，所以就另辟蹊径找到了这个矿坑。没错，这个矿坑除了稍微有些暗，土质其实还说得过去，地方也算空旷，已经够好。因此你就安排了经纪人联系定了吧，进入了这个矿坑，并在案发当天独自拿了一面镜子跑到矿坑里排练。是的，接下来的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也不需要再说一遍了。明白了。这真想不到，一位当红的明星居然被娱乐记者逼到这个程度，我也算是大开眼界了。你在和案件无关话题上耽搁了这么久的时间，究竟证明了什么？不管怎么说，为我们带来一些全新的情报，但这些情报不会让你把话题扯得更远。我可以继续询问了。可以。纳普西在案发当天一直在矿坑下排练舞蹈。龙叔曾说过，即使是内容一样的证词，在不同情况下也会展现出不同的意义。有了这个情况，纳普西之前那句证词就完全改变了。什么证词？什么证词？这个吗？听了会儿歌，感觉情况不对就离开了。等等。是夹在我领子里的微型音乐播放器和耳朵里的微型耳机，现在还带着它们呢。那真是便携，总觉得这个设备推荐给某人。回归重点，你刚才说的情况不太对就离开了，具体是怎么个不对法？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有种不祥预感而已。继续追问，纳皮小姐，希望你能认真回答我的问题，不要回避。如果凶案现场真的有什么值得你注意不对劲的地方，请务必如实相告。你真的要听？当然，好吧，我一直不说也不是因为别的，只是我也不现在确定看对了没有。你非要问的话，我就加到证词里吧。OK， 什么证词？我不知道是不是眼花了，当时看到一个左手持刀的人影从我身后走过。左手持刀？可能是幻觉，我还是很不安，就坐着8点的升降梯上去了。但是如果是镜子里的话，是不是就是反向？对不对？它是不是反向？对吧？你是镜子，所以，不对吗？你是在身后看到的话，你应该看到是相反的吧？再询问一下。等等，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反对？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说？这可不怪我，警方询问时一定让我想清楚、确定了再说。那人影的样貌我确实没看清楚，也不能确定了，不说才符合你们的要求吗？你看到那人影是什么时候？除了左手持刀，这个人还有什么别的特征吗？不记得，应该是没到8点。矿坑底下的灯光很暗，我当时还在专心听着音乐。那人是男是女，是人是鬼，我真的搞不清。为什么此人只有左手持刀这个细节被你关注到了？当然因为刀光啊，要不是看到金属刀刃的反光，搞不好我都不会注意到这个人。这可真是个崭新的情报，这个人影肯定就是本案的凶手了嘛？这个结论还有待考证，不过可能性非常高。是这样吗？若是如此，被告距离定罪可就又近了一步，需要我解释原因吗？随着证物的更新，同样的证词果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我要反击的契机了吗？这个时候再来吗？应该是这个。反对。不是吗？不是吗？不是吗？我一直就觉得是这个呀，还是那个选镜子啊？感觉应该是选镜子，看来我思维有点太跳脱了。
镜子，镜子，反对啊，选镜子。怎么了？这段简短却又漫长的证词终于让我们抓到关键了。就是你在作业期间看到一个左手持刀的人影从身后走过，对吗？这一点他已经重复多次了。那个人影只可能是被告。不，恰恰相反，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被告。什么意思？刚刚我们已经通过询问得知，纳普西小姐前往矿坑的真实目的是排练舞蹈。那么请问大家，她是怎样进行排演的？这有什么好问的？当时一边听着音乐跳舞，一边观察镜子中的自己啊。没错，纳普西小姐当时你的注意力应该放在镜子上，为什么能看到自己身后的人？这还用问吗？当时从镜子里看到的。这怎么可能？你们怎么在讨论什么呢？我怎么没搞明白？审判长，你自己想想看，镜子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镜子那不就是反射？没错，证人如果在镜子中看到一个左手持刀的人影，那么那持刀人的手就应该是右手才对。诶，是这样吗？我不太明白，左右手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当然有，这个决定性的区别就造就了一个我们难以理解的矛盾。具体而言，和右手持刀的人影有矛盾的证物是，就是他。雷简，这张郑卫迪出事的照片的时候，你出具过一份报告，报告指出，本案全部涉案人员只有被告红叶一人惯用手是左手，然而纳乌奇小姐却在现场看到了一个右手持刀的人影，这恰恰说明这位疑似凶手的人绝对不可能是被告。就算是左撇子，偶尔用到右手失误也没什么好奇怪，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这个人也又不是来矿坑里散步的，他可是要去行凶杀人的，怎么会有人将自己的武器握在非惯用手上？就算如此，被告也可能只是特意右手持刀以掩人耳目，混淆视听。当时纳普西小姐正对着背后这个人影，凶手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已经被他发现。退一步讲，如果凶手真的认为他已经发现了自己，那他难道会换个手拿刀就足够掩人耳目了吗？确实，如果我在行凶途中被人发现，我无论如何都会想着杀人灭口的。绕了这么大圈子，你的观察到底是什么？我的观点很简单，那就是在保存。这两个没什么区别吧？很简单，当时在现场的根本就不是红叶，而是其他人伪装的。那证人那张张伟迪的这张照片你要怎么解释？这个人又不是被告，又会是谁？这个或许只是摄影师的幻觉。啊，那不是啊。我还以为这两个答案一样，大家稍等啊，我接杯水去啊。那就是还有一个入侵者。既然那个人影不是红叶，那剩下的可能性就只有一个了。在案发现场，除了红叶之外，还有一个惯用手为右手的入侵者。案发现场是距离地面100多米的矿坑，入侵一次谈何容易？7点半，那一班摄像机是唯一没有被监控拍到的班次，但我们已经证实，那上面只有纳普西和死者查定光2个人。如果存在这些人之外的入侵者，难道这人有挖土遁地的本事不成？那每隔半小时往返一次摄像机真的是入出矿坑的唯一入口吗？警方已经在现场多次确认，绝对不存在其他人供人下矿的通道。很好，此时候展开一次最大的反击了。检察官雷简以及法庭上的各位听众，有了我刚刚这番论述之后，一个被我们忽略却又十分诡异的事实已经彻底浮出水面了。为了方便说明，我就把案发当天出入矿坑的人员来好好整理一下吧。首先乘坐第一个班次到达矿坑的是证人纳普西小姐和死者查定光。虽然这部分没有被摄像头拍到，但我们有纳普西小姐的证词来确认。是的，我已经和她应该是7点半准时下矿，班次上没有其他人。最后，纳普西作业看到了疑似凶手的人影，我们先不管那到底是谁。总之，他乘坐了8点升降梯离开了矿坑，并被监控拍下。的确如此。
8点半的那班班次没有人乘坐，下一个下矿的人是摄影师张维迪，他是在9点乘坐矿坑下的电梯下的矿，并拍摄了一张现场的照片。在9点半，他和被告查红叶一起来到了地上。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辩护方梳理的非常清晰，但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你一会儿就知道了。还有一个人一直值得注意，那就是矿坑的主人郑大全先生。他虽然没有下矿，但是他却守在了前往升降梯的必经之路上，观察每一个人。他所目击到的人员和这份时刻表是完全吻合的。既然完全吻合，还有什么好说的？诶，看来雷吉也发现了。在我们详细梳理之后，就会发现这份出入矿坑人员名单上有一个致命矛盾。那是什么？准确的说，有一个本该出现的人却莫名跳出了郑老板和监控的摄像视野。具体而言，这个没有被目击到的人就是没有目击到的人是红叶吗？这红叶只有上车没有下车。就是他。这个人是被告，没错，监控记录下的只拍下了被告查红叶离开矿坑时的样子。唯一没有被摄像头拍到的班次是由纳布奇和死者查定光乘坐的，然而纳布奇小姐却没有遇到被告，这是什么情况？我确实没有遇到过她，那个升降机里毫无遮挡，她没处可藏。不仅如此，一直连守在升降机必经之路的张大全也都从未见过被告的身影。郑老板已经说过了，这个矿坑绝无隔夜留宿的可能性。然而在当天早上，不管是谁都没有完全提及被告是在什么时间以及什么方式下矿，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吗？肃静，被告、辩护方说的话你都听到了，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解释？我也虽然很想解释，但是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审判长，从目前证据来看，被告简直是如同鬼魅一般，莫名其妙出现在了地下。我们在这一关键事实却如此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不能为他定罪。辩方明显是在转移话题，虽然被告下矿的方式存疑，但这改变不了案件的本质。案发时刻人在现场，且拥有作案嫌疑的只有他一个人而已。无论他是怎么到达现场，这点只要未被改变，被告的罪行就毋庸置疑。你忘了吗？刚才纳普西小姐提到的持刀人影明显并非被告，这个人同样拥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你连此时是男是女，甚至是否存在都无法证明，这样法庭如何认可？更何况这个所谓的人影的出入矿记录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人的视野中。按照你说的，难道死人又是因为鬼魅吗？但升降机作为出入矿坑的唯一通道已经被郑老板、纳姆奇和摄像头彻底覆盖了。就算他们其中一人目击到情况有误，总不能每一方都看漏。想要证明另一个嫌疑人存在，果然必须找到一条全新下矿通道吗？辩方你在想什么呢？我和雷检都在等待你的答复。我不是不想回答，但另一条通道的可能性，我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算了，事到如今，为了红叶只能搏一搏了。审判长，雷检，辩方认为这个人影以及被告并不是鬼魅，因此案发现场除了升降梯外，还存在一条往返于地面的通道。什么？竟然还有？警方已经把现场翻了个底朝天，如果真的有，我们不会知道吗？那个通道并非供人使用，如果要用，我想也不是不可以。所以指的通道到底是什么？除了升降梯之外，可以出入矿坑的通道就是那个铁锁吧，那个铁链嘛。这个绞车吧。就是它。这是什么东西？车厢吗？准确的说，它叫做矿用绞车，是用来将矿物从矿坑传送到地面的装置。如果有人从地面乘坐这个，你好歹让我把话说完，反正都是废话，不用听说完了。警方刚才已经说过了，警方把现场翻了个底朝天，如果存在任何入矿的通道，我们绝对无漏掉的可能。而那个绞车确实在地面与矿坑作业区之间往返，不错。但是首先作业区里绞车与地面连接的伸缩台梯已经坏掉了。等一下，虽然台梯坏掉，但是有没有可能从绞车直接跳到地面呢？这个绞车与地面水平距离足有5米之多，没有任何助跑的情况下，从摇摇晃晃的车厢这样进行跳跃，即使是运动员或者特种兵也很难完成。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这个矿用绞车，警方早就做过了详细的调查。由于这条通路是运煤的，因此并没有搭载任何供氧设备，而且由于常年累积的矿物运输，通道内早就积满了各种有毒有害气体。绞车从地面移动下来需要整整15分钟。任何人如果是坐上去，怕是有几条命都不够死吧？怎么？你想到你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被抽走了？好了，我看你手里的牌也用光了。审判长，不如我们先请纳布西小姐离席吧。
真是一个波折颇多的案子啊，不过总算走到了这一步。的确，辩方作为辩护律师，政绩尚浅的新手挣扎了这么久也算不易。不过这个案子已经没什么可好说的吧？检控方的主张和证据明确，虽然提出了不少质疑，但最终都被证实无法成立。既然不存在使用生产机之外的相况方式，我想本案已经没有其他嫌疑人了。如果不能弄清被告的行为确切动向，这个案子怎么能算彻底解决呢？辩方，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本庭关注的不只是被告是否有罪这么简单。根据控方和警方提供的证物和证词，现在这一结论已经绰绰有余。由于本案涉及到国际犯罪组织天盾，在判决之后，警方和检方还有大量功课要做。不过那并不是审理这一起杀人案法庭所需关注的。那么我宣布本案的被告查红叶。哎呦喂！哎呦喂！我就知道，龙叔得回来。哟，还真是活着朝天，我没来晚吧？龙叔。龙律师，你这是因为在本案注册的闲来等也敢扰乱法庭，你想被处分了吗？哎呀，别急嘛，还有我呢。怎么了？还有陆检？哦，不是。大家别来无恙，姐姐我又回来了。张学姐也在。哎呀，你好像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看来这边审理不太好过嘛。我今天一早看到了你昨晚用手机发来的案情简介，想了想，与其来这里帮忙，倒不如直接去现场调查一番。于是呢，姐姐我就和这位小哥撞了个正着。我在那边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新发现，所以就匆忙赶来了。没错，姐姐我向来言出必行，有诺言自要遵守。你们听好了，就算证据一边倒，不到最后一刻，我也不会怂恿检方妄下结论。我不能说会帮助你们，但如果有任何新证据显示那小姑娘有可能是无辜的，无论我们身在哪里，在做什么，都会第一时间将她送上法庭。尚请恳请你尽快说明。那是自然。矿坑最区的那部矿用绞车，你们还记得吗？当然，其实刚才我们就在讨论这个绞车来着。由于作业器的伸缩台机损坏，昨天警方没能详细调查这个绞车。你们家那个所长小哥非说这个区域非常重要，执意让姐姐我设法接近。到了今天，我们总算搞了台设备过去，于是就踩到了点新东西。简单来说，连接绞车车厢吊链上有段灰尘被擦去的痕迹。这个昨天我也注意到。难道说，没错，就是那个南岛说，警方在这段铁链上提取到了指纹。什么？怎么可能？这真是始料未及的大转折。没错，既然有指纹，就说明有人在绞车一带攀爬过。无论此人采用什么方式解决供氧和毒气问题，被告都不再是唯一嫌疑人了。夏先生，你就别卖关子了，这个指纹到底是谁？啊哈，我就知道你们会好奇，这个指纹是谁呢？答案就是……姐姐，我也不知道。啊，这什么意思？你们可别说是警方调查不力，我们真的尽力了。这个指纹在我国的指纹库里没有找到任何相符的样本，我们连这人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只能勉强推断他是个成年人。既然指纹库里没有相符的标本，也就说他不属于任何涉案人员了。是的，你应该知道，我国在10年前，也就是2014年实行了全国联网的指纹登记系统。每一位16岁以上的公民在办理身份证件的时候，都会配套采集所有手指的指纹。而10年前就已经持有证件的人，也必须录入指纹重新激活。这些信息是永久保存的，就算人已经去世了也不会删除。这个规定我记得，既能节约警方的时间，也可以对应犯人作案后自毁指纹的情况。现在会有人这么做吗？本案的被告是个足不出户的乡村少女，这指纹会不会是她的？当然不会，姐姐我做事怎么会这么马虎？查红叶是个乡村少女不假，不过警方对这些偏远山区的居民有特别关照，经常会主动登门帮他们采集。查红叶16岁那年，民警恰好曾前往查家村录入所有村民的指纹信息。吊车上的指纹与他的记录完全不符。不管怎么说，今天算是得救了。审判长，事到如今，我认为这个神秘指纹的所有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案发现场存在入侵者的可能性。好了，肃静。这个案件才审理了一天，已经发生了这么多超乎想象的波折。检方的例证看似确凿，但辩方指出了新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这种情况下，本庭让本庭对被告下的判决是个不可能任务。
被告到底是怎样进入案发现场的？纳普西看到的人影究竟是谁？吊车上发现的指纹属于何人？这个案子和天盾有着怎样的瓜葛？这些问题都留给双方继续调查。今天审理先告一段落。你们双方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很好，那我期待人表现。没想到青鹿山是个是非之地，竟会滋出如此多的事端。5年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希望你能早日将案子了结。等等，审判长，你刚才说了什么？我说陆青山在5年前是个是非之地，这不人尽皆知的吗？5年前，哎呀，你该不会忘了吗？好歹是咱俩第一次见面时发生的案件吧。等等，青鹿山，我一直注意力集中在红叶的案上，确实没有注意这个名字。这样一想，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耳熟的很。好了，不要耽误时间了，今天就此休庭。啊，我怎么可能会忘掉呢？然后这是谁啊？哦，这是他爹。语文英语，张伟迪也是。大丽丽，司徒阳神。哇，这直接就暴露了。冷静，他已经死了。怎么可能？我不信，甜呀！犬子银河正被一伙凶恶之徒囚禁在一处地下设施，希望个人还施以援手。而那道设施的名字便叫做青鹿山脉矿。这一瞬间，我突然全都想起来了。5年前那个让司法界为之动摇的惨案，青鹿山既是那案件的，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怎么会忘掉这个名字呢？为什么天盾会选择这个地方再次现身？为什么红叶会因此深陷这什么2字不认识？在那一瞬间，我仿佛意识到了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命。随着大量缺乏信息流在我脑海中穿梭，我的神智变得模糊起来。操，昏迷了。时光荏苒，光阴如梭。5年前的事件可以让事务所案头的卷宗堆成一座小山，也足以让一些不愉快的记忆被打上布满灰尘的封条。就在刚才，冬雪突然在辩护席上昏了过去，雷简则第一时间冲了过来。他在他身边照看，我再去关心反倒显得多余了。也罢，闲着也是闲着，是时候讲讲我们以前的故事。那正是那个编号为761的事件，为我们开启了暗藏着种种不幸的磨合。无论在我身处何处，对那个案件所发生的一切都始终无法忘怀。而那一天，也是我和这个名字雷冬雪孩子的第一次碰面的日子。这是什么？哦，第4章往西篇，坠入深渊的镇魂歌。往西篇，5年前761号事件的被告。我操，这个有意思啊！直接就是讲了之前的故事。本以为在这样大型活动中，安保肯定万无一失的，可谁又能想到环宇世运会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举办期间，运动员休息区的桑拿房内竟出现了一位警官的尸体。哎呀，我国作为赛事主办方，现在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吧？这也不难理解，为何这个案子要审得如何仓促。好在本案的嫌疑人是在行凶后当庭被抓获，倒是省去了很多麻烦。不对，我可是那家伙的辩护律师，怎么会觉得这是件好事？结果现在看守所连话都没能好好说上2句。虽然在调查时也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很多细节没和委托人核对过。要不是老爹硬拖着我为他这位老朋友辩护，真不想接这么麻烦的案子。幸亏我来得早，还趁着没开庭得向他本人确定才行。咱有证物吗？哦，有啊。通往2楼的观众席安检通道，摄像头，运动员更衣室，桑拿间淋浴室。这是什么？桑拿房维修公告，贴在桑拿房北王牌的公告内是因排热系统故障，室内水无法排出，本设施于7月3日暂停开放，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弹头，还和夺取死者身份的弹头出自同一把手枪。志愿者出入证，带有官方认证的世运会志愿者出入证，持有人为语文英语，颁发机构为平江超仿真人机器人研究所。嚯，这全都串上了啊！女子体操全能大赛成绩单，林小璐、何清英，这不是那机器人吗？陈萌萌、
啊，金牌是何清英。本案委托人群众大学数学教授啊，数学教授啊，你叫语文英语，你是数学教授啊？好像有个不明的物体飞过来了，瞄准的是我的太阳穴。嘿，我记得这是粉笔头。我家伙，嘿，小龙同学啊，是在叫我点名的时候应当答到啊到。我为什么要配合他？不错，声音高亢洪亮，值得表扬。那么课业抽查，什么课业抽查？你眼下的刻意当然是为老师辩护，昨天才布置的这种转9网成何体统？好像有这么回事。不对，等一下，语文先生是老师啊，是语文老师。好家伙，给他们调成啥样了？语文英语，是这位语文老师的全名。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位在国内颇有名气的数学教授。光看现在的模样，铁定无法想象他以前居然是我父亲的战友。退伍之后却搞起了科研嘛，真是180度大转变。语文老师这次事出突然，昨天又花了不少时间在办理手续上，所以貌似还有很多事没有来及向您问清楚，所以我想，哎，差点打到眼睛，临阵摸枪真不像话。我也不想面对这种突击考试，没别的方法了。不过也好，就在考试前再复习一下。哎，小龙同学，开始提问，鄙人会一一为你解答的。又是重点，要把笔记做好。OK。说起来，这个案子接得太急，我连委托人的背景调查还没做过。哎，语文先生，我是说语文老师，听说您是一位很厉害的数学家，这什么话？鄙人就站在你面前，还用得着听别人说吗？我是想略微了解一下您的个人信息，说不定对辩护有点帮助。原来如此，想听鄙人的绘画成就，你直说就好了。别人平时致力于研究的课题是赫巴哥德无穷数列单边递减理论，明白了吗？一个字没懂。搞科研的同时，别人有闲暇想培养下一代，所以在群众大学开了一门选修。原来如此，所以语文老师在学校里其实是一位数学老师。不错，答对了。语文老师是你这种晚辈对别人的尊称，若是同龄人叫我英语老师也可以。所以你到底是语文老师还是英语老师还是数学老师？做这家伙的学生不会疯掉吗？昨天的会面实在太匆忙了，你在案发当天的行动可以再重复一遍吗？一再而三的叮嘱，你却当成耳旁风。也罢，别人再讲一遍就是了。好的。笔记呢？还不准备，动作利索点。那天鄙人之所以没在办公室研究第8大数学难题，这都与鄙人与从事的某份兼职有关。欢迎欧世文，晚上好。那么提问，平江超仿真机器人研究所听说过吗？这个只是略有耳闻，好像是国内顶尖的智能机器研究所。正是，鄙人在所内兼有研究顾问一职。研究顾问嘛，原来如此。没错，本次试运会研究所提供了2部智能机器人，让他们准备提供志愿服务，而鄙人正是将2部机器人送至赛场的志愿者。试运会志愿者的志愿者也就等同于试运会本身的志愿者，所以搞清楚其中的逻辑关系志愿者嘛，好像司徒所长给的政务里确实有这么个东西。在这儿所以您是凭借这个出入体育场了。回答正确，而且有且仅有唯一解。根据您昨天的供述，您在案发当天9点进入体育场，欢迎雷姆小研生晚上，目的是将2台机器人送进去。没错，这一点负责安检的警察同志可以作证。鄙人对2部机器人进行了初步调试，正午时分，鄙人就离开了赛场。所以正午时分就是12点整吧，我看看。资料显示，14点45左右，您又再一次回到了体育场。请问您在此间做了什么？那还用问？当然是找个地方吃午饭。如此简单的定理，难道还需要费心推导吗？吃个午饭需要将近花3个小时。你这差半生太不懂事了。老师也是人，自然需要休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做不到劳逸结合，铁人也会这样画，懂吗？那么在14点45回到体育场之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小龙同学，你还是无法理解在正弦曲线上奔跑的艰辛啊！这只是世界的跌宕起伏吧，这个我还是明白的。我是叫你等会儿再问，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了？才接过的道理，转眼又忘，课后罚你再抄30遍。什么玩意儿？我想起来了，昨天就是被他罚抄了几十遍函数公式，才没能问完情报的。我还是先问问其他的吧。
说起来，我之所以会接手这个案子，是因为我父亲的介绍。听说您曾经和他是战友，两人的交情很好吗？交情很好，当然不仅如此，文景之交，生死情谊，你们这辈人是无法亲身体会了。你们毕竟太年轻懂吗？一个都被惯坏了，缺乏历练。这道理我都懂，没有老一辈的浴血奋战，没有我们的今天啊。这么说，您当时和老爹是在同一支部队吧？那个支部队叫什么来着？这就是你爸教你的，随时便便探问他人私事，不止随口一问他没有，就算鄙人越俎代庖，带你父亲教育一番，今后给我记好了，这些私人问题少提为妙，懂吗？啊，老爹到底是在哪里服役的？我从来没搞清楚过。听说只是个不太出名的部队，一看这就有问题啊，肯定是什么关键部队啊。为什么和这家伙提起，他的反应会如此剧烈呢？算了，反正案子也没什么关系，有空去问问老爹好了。智能机器人，我总觉得算是相当上档次的东西。哦，你竟然会有这种想法？昨天在体育场调查的时候也有所耳目，稍微观察了一下。虽然因为时间问题并没有仔细看，难道说这个话题超纲了吗？不，当然不，怎么会呢？看起来你很感兴趣。也说不上，总之不方便您谈论也没关系。死者无便是传道授业解惑，当然没什么不方便。我们背后两个东西你看到了吗？在沙发旁边这两个，这两个拿布蒙上的，还有些诡异的绿光从里面渗了出来。周末会就是不必怀疑，他们就是这次研究所提供的志愿者机器人了。原来被搬到这里啊，不过为什么要蒙着布呢？这两个机器人形象十分逼真，一看就和真人无异，如果不蒙起来，想把路人吓死吗？有道理啊，既然他们是机器人，应该可以动起来吧？很遗憾并不能。这机器人的制造者是雕塑的外形，并没有研发匹配的 AI， 眼下这两台只能放内置的引导语音，或者扫描一下你有没有生病而已。还在看病，这不是很高级吗？有机会还真想上去看看。对，等等，这两个东西到底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你的脑袋长在脖子上吗？只是为了吃饭吗？我明白了，这两部机器人也算是本人的正序值，因为体积太大才被放到这里。为他正序，看来也不笨嘛。不过这两个东西只能算是参照物，正式的证物大概已经被检方收走。哎呀，既然是证物，那我是不是现在趁着现在调查，触碰国家绝密财产？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我错了。不过看你既然有这么求知欲的情况下，老师就答应你，今天考试如果及格了，我就给小龙同学开个小灶，带你亲自去参观。真的吗？就当是这次辩护的律师费吧，我也别趁机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背景信息了解差不多，现在可以和您继续讨论案情了吧？课间休息到此为止，咱们刚刚说到哪儿了？14点45，您回到体育场后，对，那时候记得摆在我面前的是两个入口，观众入口和工作人员入口。出于对治学的严谨态度，我选择了工作人员入口。等等，语文老师，容我打断一下。据我所知，14点半比赛开始之后，非场内服务人员应该是不能随意进入赛场。小龙同学的着眼点不错，但别人的职能是负责调试机器人，也算场内人员一类，自然可以被放行。原来如此。进入体育场后，就直接走进了右手边的铁门。从这个平面图看，工作人员入口的右手边是，那可是运动员洗浴的地方啊！你现在没事去那边干什么？规矩啊，规矩啊！也罢，念你初犯暂不追究。那您为什么要走那个铁门呢？让别人早就注意到那个铁门了，只不过上午来的时候它是锁着的，进不去。学习的要点反复确认，懂吗？于是下午又去确认了一遍，那下午没锁，没错。于是本人就推人进去了，于是案件就这么发生了。之所以不假思索的推门进入，只是单纯想要解开某个令人困惑的谜题。当看到写着桑拿房的那个门时，别人突然产生了一定要去看一眼的强烈冲动。好家伙，你原来也是个色老头儿。那数字相伴多年培养出的敏锐直觉告诉别人，解开一系列谜题的钥匙就在里面。又怎么了？你看到的是桑拿房对吧？分毫不差。案发当天，天虹体育场举办的可是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决赛。你身为赛场的志愿者，应该知道使用桑拿场的只有在场的女运动员吗？正是如此。所以说，你说的强烈冲动，难道指的是？所以，强烈冲动到底指的是什么？当然是考察那个地形。桑拿房的地形那里有什么值得考察的？
但是那水雾中的妙脉深啊，不，我说的是精巧墙壁啊。虽然没到现场看过，但也没从照片上看出那墙壁有什么精巧之处。哦，我理解了，所以你跑去桑拿房是为了偷窥。呵呵，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偷呢？这叫借。算了，这个环节我已经了解了，您继续。总之，鄙人推开桑拿房的门，径直就走进去了。可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美妙场景，在蒸汽散去之后，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一个男人。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那个警察。没错，就是他。原来他是这么和死者相遇的。他二话不说就掏出枪来指着鄙人，还要鄙人双手抱头趴在地上，实在是太过分了。鄙人当时有点慌了，正在不知所措时，那警察突然咳嗽了一下，于是鄙人趁着这个函数递增的有利区间，放上去一个手刀打飞了他的配枪。接着我们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刚好鄙人当过兵，这个宝刀未老。你刚才说一个手人打到了对方的配枪，接着还和他扭打在了一起。正是，这个知识点很难理解吗？不，这个知识点本身不难理解，理解是您的行为。您难道不知道这是袭警吗？不就是袭击个小警察吗？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个，我觉得你已经没有出庭的必要了。不，我的意思是我这种情况根本没法辩护。哪个正常市民会主动袭击一个持枪的警察？身为一名优秀的特种兵，敌人拿着枪指着自己，怎能坐以待毙？不过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警官身手还是挺不错的。别人和他扭打缠斗了好半天，把相当方搞得一片狼藉，才把他的配枪夺下来。这么一位优秀的警察死了，确实是可惜。如果我推的没错的话，您夺下了死者的配枪，并让他扣下了扳机。您明明只是打算去偷窥的，为什么非要杀害那里的群众警察？杀害别人，谁说杀害他了？您自己都承认开枪了呀，那又怎样？对别人开了一枪就一定能打死他吗？那倒不一定，但他分别已经中枪身亡了。听到枪响之后，别人猛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个特种兵，而是一名人民教师。好在那枚子弹并没有打中他。别人在你出生之前就玩枪了，这一点绝不会错。哦，那就说明这个子弹可能就是……我是123次元人进入。欢迎123次元人，晚上好，晚上好啊！咱要下播了，就说明这个子弹有可能是这个死者的配枪。什么？也就是说，您在开枪之后，这位警官仍处于纯活状态。这个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本人只能回答不知道。是的，我们在扭打过程中踢翻了一个装满水的木桶，当时桑拿房已经彻底被雾气笼罩，别人扣下扳机时，眼前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你也敢扣？并非如此，这一枪也不可能打偏。也就是说，您在开枪之后没有确认他的存活状态是吗？这不史诗级难度吗？这不是？没错，有那水雾在，别人就是想做也做不到。然后呢，在那之后，别人打算原路返回，却遭遇一支警队的拦截。别人虽然可以以1敌5，但他们一下来20几、12个人，实在打不过。感谢离归真的点赞，感谢离归之人赠送一个人气票。收到来自正好了，到点了，到点了，11点了，咱们下播，去大号波尔 MMD 去，下播。